今天下午你找我告假的时候，我为你写了一幅字：然其死者若愚，其求者若活，而其折去者若背叛，非忠也。什么意思？还用我跟你解释吗？痛心呐！当年我欣赏你，把你一个汉人提拔到内务府侍卫的位子。后来你追查净坛密藏告败，又是我给了你机会收留了你，还一直替你隐藏身份。这么些年，我待你不薄啊，没想到最终你还是背叛了我。这次我动用卓不凡寻找净坛密藏，起初觉得你确实可靠，还提供了不少线索。可是后来就察觉不对劲，其实你一直都有所隐瞒，到了关键时刻，并没有真正出手帮助卓不凡。果然，你是在利用我，因为30年之约，戒律院首座不可能出现，你需要我安排人道出宫中的封印。我很不想问你为什么，可是我想来想去，实在想不出你究竟是为谁办事，又为谁效力。难道还有人比我给你的条件更高吗？志不强者志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江恨，你真是对不起我呀！人无忠心，不可立于世。我是对不住王爷，但我不能无忠心，不可负人。负谁？拿下！长风万里送秋雁，是可以长
看到什么叫专业没？须臾之间，我已搜罗了大批和保和斋有关的东西。啊，这个是保和斋当年卖的最好的一款配乐，当年卖的非常贵，因为保和斋给他编了一个传奇的故事。这卖东西啊，一旦开始卖东西背后的传奇，那价钱是翻着番的往上飞呀。这款品相算是不错，可惜上面没什么字，我研究过了，基本没什么线索可言。这是保和斋兵器铺的出品，看这儿还有款，人家这个生意做的是真大呀，连打仗的钱都赚了，真是我辈开我啊！不过这把刀也没看出什么来。这个不是钱，是用来纪念的东西，做工算是不错，用的也是上等的材料。不过这玩意儿终归也是不太值钱。哎，干什么？又端茶送客啊？也就是量少了一点，稀罕点。据说当年保和斋的少主因抗倭而死，死后为了悼念他，特别铸造了这100枚铜板。为什么要做钱来纪念他呢？因为那个死了的少主最爱的就是钱。这个纪念币有一个名字叫仄泽，泽呢是这个少主的名讳，仄呢就是赤仄。赤仄怎么说？哎，也就是我渊博呀。古时候的铜钱轻重薄厚不一，就有奸商用锉刀把厚钱锉小锉薄，锉下来的铜料呢再重新铸造成铜钱。为了防止这种行为，汉武帝下令铸造了一种外沿为赤铜的钱币，就叫赤仄，也叫赤仄。陆游有诗：不恨囊中无赤仄，且心案上有黄庭。保和斋纪念爱钱少主用的就是这足斤足两的赤仄，称为仄泽。这个仄泽呀，是你。你怎么伤成这个样子？快跟我进屋！来不及了，我被下了毒，毒与攻心，快撑不住了。我叫江恨，是替齐亲王做事的。我替齐亲王做的事情，就是帮助周伯凡找到净坛秘藏。可是你帮过我，也帮过王地保。是。我要告诉你3件事，你务必要记住。你说，我会记住。其一，我和今天的你一样，是40多年前出宫巡查净坛秘藏的大内侍卫。也就是我在山西抓到了苏云志，后来被程昱击败。但程昱没有杀我，我们俩后来反而成了好兄弟。这些年，他将净坛秘藏的许多秘密都告诉了我，所以我要替程昱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在今年辛亥年，要让4份封印再度聚齐，完成30年之约。其二，净坛秘藏是由罗汉堂首座，率领18罗汉，世代传承镇守。若想开启，必须集合戒律院、达摩院、般若堂，还有菩提院4位首座的封印，才能知道地点。自康熙40年起，每30年，4位首座都要相聚一次，以确保封印的安全。
而就在上一个30年之约时，戒律院、达摩院皆无传人出席。程昱，也就是菩提院首座，查证多年，才得知，是因为戒律院的传人投靠了朝廷，并带着内务府的人追杀达摩院首座，令其下落不明。如今，辛亥年又一个30年之约，要是再无法聚起封印，宝藏恐怕就等不到下一个30年，恐怕就永远成为传说。所以，我一直在暗中推动，希望能凑齐封印。你、王地保，甚至卓不凡，均背负线索，所以我才会暗中帮助你们，以求秘藏得以重见天日。现如今，你已经知道了保和客栈，但是你不知道，所谓的保和客栈只是一个暗喻。其实，他说的是福建南少林原址附近的一家客栈，叫啧啧居。保和客栈、啧啧居、30年之约，我全记住。第3件事是什么？你的师父，南少林菩提院首座第3代传人程昱是个伟大的人，他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不惜奋斗一生。他将净坛秘藏的线索留下，其愿望就是希望把他可以交到那个真正可以改变国家和民族未来的那个人。那个人不是宣统，不信爱新觉罗，那个人是革命。南三道，如果你找到了净坛秘藏，把它交给了朝廷，我将死不瞑目，程昱也会死不瞑目，南少林一代代传承秘藏的首座都会死不瞑目。满三道，不要负我们。陆天兄，我们是兄弟。刚刚的话我一句都没听到。你听到了也没事。没事，我绝对一个字都不会对外人说的。穆青兄，你肯定不会是搞革命的吧？王爷料事如神，这个江恨果然知道保和客栈在哪儿。想来想去，真没想到他会告诉门三刀。我认为他也是逼不得已，因为他和门三刀根本就不怎么认识。按你所述，江恨和门三刀的师傅相熟，可门三刀对师傅并不十分了解。是，不过告诉门三刀好过告诉别人。
这门三刀本来就是我要杀之夺其封印的人，就算江恨不说，我相信靠他自己也能找到宝盒客栈的位置。我只是搞不明白，如果江恨什么都知道，那他为什么不让王地保直接去找他师父？开始啊，我也没想明白，可后来想到江恨此人蛰伏了大半辈子，等30年之约，他一定演算了很久。先是利用我拿到了文渊阁戒律封印，然后你再去拿菩提封印。其实他一直都知道达摩封印就在天津卫。可是那人是疯子，疯子是无法赴约的，他的徒弟又是杠头，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他卷入其中。既然王爷说他演算了很久，那内务府的介入也在他的计算之中。内务府最关键的人不就是门三刀吗？文渊阁失窃，门三刀出狱，他真是策无一算呐。若不是此人一直在暗中点拨，他门三刀和王地保根本走不到这一步。不过事到如今，这些路都铺给了王爷您呐。不，路是给你铺的。你是不是准备去赴约呀？距离5月初6还有些日子，我先去趟江南，去会会那个戒律院传人的后代。太不懂事！你丈夫去南方赴任，也就是1年半载，你陪同过去是应该的呀。闽南啊是个苦地方，潮湿闷热，吃的和京城也大不相同。格格千金贵体的，还是不要去受苦了。父亲，吴兰山留在京城陪您，这也是我的意思。从小到大，骄纵坏了，吃点苦又怎么了？海潮啊，吃完了，到书房来一趟。是。是呗。30年之约。如此说来，很有可能持有封印的人都会出现啊。我们的判断不错。你去福建上任，这步棋走对了。那是父亲您高瞻远瞩，慧眼如炬。你身在福建，有充分理由便于接近。山高皇帝远嘛，你做什么事不必太顾忌。明白，我自会把握的。卓不凡过于桀骜，此人不可尽信。他的大师哥于焕杰虽然不堪大任，可他提供消息这方面还是可以利用的。我让他找你，之后可以通过他随时掌握卓不凡的动向。那于焕杰他要什么？我许了钱和前途。这人呐，只要钱，就会简单一些。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切记，一定要盯住这个门三刀。那是必然的，父亲您尽可放心。还是在福建？是啊，免不了再跑一趟了。要不要一起上路？卓不凡想必也会去吧？
必不会缺席。想想也真是挺可笑的，我有菩提，你有达摩，卓不凡有戒律封印，我们3个假的，去等一个从来没找到过也没出现过的般若传人。你说那人他会去吗？你当我是算命的呀？地宝，咱们俩也合作几天了，要不你把你身上的封印拿出来给我看看？你的先给我看看呗，我就看一眼。我没带在身上，我也没带身上。我有宅子，有内务府，我把封印放在哪儿都是安全稳妥、合情合理的。你在京城有什么？有驻地吗？你不放身上，你还能放哪儿？安全起见，咱们等凑齐了封印再说。你给我看一眼，有什么不安全的？王地宝，先不说咱们俩是合作的关系，单单我是大内侍卫，全权负责追查禁坛密藏，你就应该配合我。大人说的没错。公函。又跟我来这套是吧？真不巧，我今儿还真带着。你给我看仔细了。这个的确是刑部和内务府的公函，上面写的也是让各地衙门必须听命于大人。行了吧？封印拿出来吧。不行啊，大人，你忘了我是北洋43协的，不仅得有刑部和内务府的公函，你还得有北洋的命令才行。王地宝，王地宝，这就是你所谓的开诚布公。得，收好你的秘藏，我不看。宁卿大人，莫生气啊！小人玉焕杰，拜见将军。我是北洋的人，没有跪拜的规矩，起来吧。谢将军。王爷交代过小人，到了福建，有事向将军您直接禀赋。你们到了福建，就是在我管辖的区域。啊，那太好了。不过这件事你知道就行，先不用告诉卓不凡，我怕他因为有恃无恐而消极寻宝。明白。于焕姐，你是个聪明人，我应该不用跟你多说了。将军放心，卓不凡能得到的任何消息，我都会尽快的汇报给您。在北洋面前，内衙根本算不了什么，就算放眼整个大清，都没有人能跟北洋抗衡。那是自然。哦，那是自然。将军说的是，没人能抗衡北洋。那以后所有的消息，我都只汇报给将军您一个人。哦，对，你这到了福建，我也来不及向齐王爷复命，不是？所以就只能禀赋您了。果然是聪明人。该你的好处不会少了你的。至于前程，北洋的前程就是大清的前程。是，小人太明白了，谁都没有北洋强，要跟就跟您。楚不凡果然是我爹安排的，钟海潮去福建上任就是为了禁坛密藏。他们之间也没那么简单，我觉得他俩也是各怀鬼胎。我现在有个想法，我觉得我应该跟钟海潮一起去福建。你去？本来他去别处上任，我就该跟着一起的。原本我是不想每天都见到他，可现在有这么重要的事情。有谁能比我能从他那儿获得更多的情报呢？
穆青肯定也要去吧？必然。那他应该要带着你一起去吧？肯定啊。那所以啊，你们都去了，我就更不能一个人留在京城了。到了福建，我若有所发现，还能想办法告诉你，要比去告诉穆青还容易一些。你干嘛？这是件很危险的事情，你愿意去做，我向你表示钦佩。跟你比，我算什么呀？我哪有什么危险的？就算去了福建，我也是格格，也是北洋将军夫人。你可比我危险多了。这是什么？芦苇吗？倒是说得过去。一苇渡江，达摩传人用这个做师门标记，倒是合情合理。那这就是没什么信息了。把照片寄回总部，请总部找懂得佛法的人看看，研究研究。是。你这会儿跑出来，王地保不会怀疑吗？女人嘛，总要买些胭脂水粉的。去拿一些给安静带回去。卓不凡要去江南一带去找戒律首座传人的后人。你是想要王地保也跟过去？他有这个本事，他知道了，我们也就知道。是。要是我猜的没错的话，卓不凡应该是去查保和客栈了。没错，王地保没有查到，不过门三刀查到了，会告诉他的。要是门三刀找不到，但卓不凡找到了呢？明白了。这还能用吗？刚刚真的是吓死我了。怎么了？是出什么事了吗？我刚刚在买东西的时候碰到荣天岭的人了。荣天岭在哪儿？就在杂货铺旁边。我买完东西出来的时候，就撞到了2个荣天岭的人，差点撞上，吓得我东西都摔碎了。幸好他们没有认出我。人没事就好。你看到他们去哪儿了吗？我没有，我不敢跟上去。不过我听他们说，他们好像要去江南找什么人。江南？找什么人？我不知道。我听到他们说，他们好像，买完东西就要回客栈，应该是离这里不远的地方。不过，具体我就不知道了，我太害怕了，没敢跟上去。你可千万不能跟上去，你记住了，如果再遇到荣天岭一行的人，一定要避开，知道吗？知道了，吓死我了。别怕，人没事就行吧。来，喝口茶。我给你买那戒指，你怎么也不戴？这是我人生中收到的第一个戒指，也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礼物。我舍不得戴，怕磨花了。你想戴就戴着。我想戴，当然想了。等你事情忙完了，我跟你回大姑，我天天都戴。好。你在房间待着，我去找找那客栈。到了福建后，我会密切关注钟海潮的行动。若是能够了解到净坛秘藏的信息，我会想办法告诉你。可是我怎么告诉你呢？我要是走了，想必穆青就只还能把你关在他那儿。我总不能去告诉他吧，毕竟他现在还是朝廷人权。那要不然，我跟他说，还让你住在我这儿，他肯定不会同意的。那怎么办呢？那要不然我若有所发现，我就回京一趟，到时我去找你，穆青没有理由拦着不让我见你。
不过你千万要注意安全，不能为了获取情报做危险的事情。哎呦，知道我会的，我能有什么危险？顶多就是偷听嘛。就算被人发现了，谁又还敢抓我？啊，对了，万一你有危险，实在不行了，你就来找我爹，说是我同学就行，我也会跟我爹交代一下的。我爹虽然不是什么好人，但总算是很疼我。我的同学他还是会照顾叶儿的。你记住了？记住了。你找到了？找到了，他们刚刚离开客栈，不过我已经问到了他们的去处。是去福建吗？客栈的伙计说他们去了江南一带，我估计柔凡应该找到了新的线索。那你要跟去吗？要去的。虽然我最终还是会在福建遭遇卓不凡，但我还是想拿到更多的线索在手里。毕竟，我没有达摩枫叶，迟早门三刀会知道的。我需要多一些筹码。那我带你一起去。但我们说好了，我追击卓不凡的时候，你必须待在安全的地方等我才行。好，我收拾一下，很快。见明门里深陷卷。你从扬州来的？我10岁就到了扬州，在云集班学艺，后来被卖到了京城，就遇到了将军。都学了什么？弹琴、吹箫、画画、写字、吟诗、读书、打双陆、摸骨牌。那你算是1等的姑娘呀。都要学的。不一样，不一样。这2等的吧，能认上几个字儿；3等的连字儿都不用认，能学学做点心、做女工就行。能唱上2句儿，那就已经算是好的了。唱是都要学的，唱不好的话，还要挨池子打呢。这粉唱啊，总共有4大家：大同婆姨、泰山姑子、扬州瘦马、杭州船娘。这个我有听姐妹说过，好像说唱得好的话，命都会好一些。那你唱的算不算好啊？反正我命好。不过现在的大清可不比以前呀。以前你这样的哪离得开扬州啊？哎，你家是哪儿的？我家在湘西，家里穷，才把我卖到了扬州。哦，家里还有什么人吗？想不想回家看看？算了，他们都不要我了，我还回去做什么？再说了，家里这么远，我也不知道怎么回去啊。不远，我马上要调任去福建了，从福建过去会更近一些。将军，你要走吗？不是我要走，是带你一起走。这次去福建呀，我那人不跟着，这1年半载的，他也不会过来烦我，我也不用再3天2头的去见我那个王爷岳父了。那我给将军做饭。我到哪儿都是将军，都有人伺候，用得着你给我做饭吗？你呀，就把你这小手给我养得白白嫩嫩的才好，可千万别给弄粗糙了。那我们什么时候走呀？明日一早。一会儿我得先回去，今天晚上得在家里做做样子。那么着急啊？那我赶紧收拾收拾。哎呀，收拾什么？全都置办新的，
福建那边会安排的妥妥当当。那我可不可以把我这书带上？这帮乱党写的禁书，你倒是看得挺上瘾啊。带着吧。好啊，太好了。夫人啊，你可真是太好了。只是这8米之地又穷又苦，吃穿用度都不比京城，怎么能让夫人你去吃这个苦啊？你是觉得我不能吃苦？我觉得我可以啊，我也想去福建看看呢。这穷山恶水有什么可看的？福建是又热又湿，蚊虫多，瘴气大。要是江南富庶之地，你不去，我还得求着你去呢。你是不想让我去？当然不是，我当然希望我们夫妻能不分开。我就是怕你受委屈。我不觉得委屈，可我觉得你就是受委屈了。怎么会委屈？你是去福建任职，又不是打仗，你总不会是住在野外的军帐里吧？泉州府自古就是大港，我听说很是繁华。再繁华也比不上京城。好了，海潮啊，我知道你心疼乌兰山，可是他为人妻，应该陪你去赴任，要不然别人会说王爷的女儿啊就是骄纵。父亲说的是。前日我还说他不要这么任性，要陪你去。今日他自己想通了，你回来前他把一切都收拾妥当了。我呀，就是怕委屈了哥哥。你怎么在这儿？今天我得把它还给你了。你要去福建啊？嗯，何时动身？明日。如果柳林愿意，继续住在王府也是可以的。你忙，他在王府倒是有人照料。不必了，已经很麻烦格格了。有什么可麻烦的？喏，这个给你。还是荼蘼画像。许久没做了，前阵子有空就又晒了一些。福建产水仙，去了之后若是有暇，就试试凌波仙子好了。我就不问格格何时归来了。我不日也要公干前去泉州。你也要去福建？是。好啊，你要是去，能带着柳林最好，到时他还能找我玩。是啊，那你带我去啊，表哥。好啊，表妹。就要走了，我想跟你表妹说几句话，女人的话。好。我先回避。他要去泉州，他要去泉州。肯定是跟秘藏有关。他必然会带我去的。那到了福建，我们还是有机会见面的。那万一我要是不能去找你，我就找个人去找你，到时我给个信物。你记住，如果有人拿这个戒指去找你，那就是我安排的人。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定。知道。穆大人一直守着我，为的就是菩提院封印的秘密。这个秘密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知道。我现在把这个秘密告诉你，你不用多想，万一我遭遇不测。秘密不能丢失，你不会有事的。谭仙就是这样把秘密告诉我的。我们是同志，薪火相传，我必须托付给你。你
记住菩提封印的秘密。念昔日情深意意，才敢提笔诉别离。悲情中暂寄于隔壁，回忆挪去你为妻，思乡时而再别离。回当初许你约定，全都实行。未曾想舍身取义，更未曾想舍你。却是要用这此生换天地生平。我绝非两情博弈，奈何不能为继。珍藏你与我，仍不忘改天换地。要只生以我所欲难愿，以我所欲难愿。此生无怨无悔见轩辕，要知此爱此情难相守。荼蘼花开上枝头，春水送孤舟，对月夜窗游。要知生以我所欲难愿，以我所欲难愿。此生无怨无悔见轩辕，要知此爱此情难相守。荼蘼花开上枝头，春水送孤舟，对月夜窗游。春水送孤舟，对月夜窗游。